抚过历史尘埃，连接过去未来，与钢铁巨兵一同沉睡的是跨越900年漫长岁月的终极奥秘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本，海贼王1065话，6个贝加朋克已更新，未来之岛再次颠覆认知。云端之上的科学殿堂，通往未知的冒险已悄然开启。这可是政府管辖的岛屿，要是他们被抓了，还有谁能救他们？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！要不要来一杯红茶？布鲁克默契留守，和索隆一起成为草帽团最后的保险。两个人悠哉的在甲板上喝起下午茶。卡里布慌张的跑了过来，等一下，我确实说过，只要能带我逃出和之国，去哪都行。但来政府的地盘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家船长也受了你不少照顾，多谢了啊！想下船就下吧。看着索隆一脸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卡里布又在心里咒骂了：这群家伙真的不长记性啊！研究所外，草帽观光团乘上自动扶梯，开启激动人心的科学之旅。这楼梯会自己动，阶梯从地面升上来了。这是什么构造？动力源又是什么？这座岛的动力源是火，火可以转化成所有的能量。这里的资源很多吗？老夫一直在研究可持续燃烧的材料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永不熄灭的火焰的话，那一定就能制作太阳了吧？贝加朋克的惊人之语已经打上了太阳的主意，但更惊人的一幕正在眼前发生。只见莉莉丝头也不回的直接从紧闭的研究所大门穿了过去。莉莉丝的通讯器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叫，似乎有什么计划。她回头一看，草帽一伙还被挡在门外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直接走进来，不要被视觉欺骗了。听到这样的话，山治探进半个脑袋，才发现他们全员都有了穿墙的能力。等所有人都进入实验室后，那扇大门又变回了铁门。这神奇的构造再次超越认知。此时莉莉丝已经不见踪影，广播响起了一个陌生的声音：往前直走，我是贝加朋克，想你们按照我说的往前直走就是了。草帽一伙将信将疑地进入实验室，去寻找未来的财宝吧。未来的财宝是什么啊？能够产生宝石的花什么的。你是少女还是老太婆啊？真是不能理解。乌索普用自己的吐槽换来了娜美的未来踢击。山治和弗兰奇突然停下脚步，眼前的去路已被巨大实验舱拦住，正在加载的神秘液体将危险程度冲击至 98%， 受到了炽天使4号日眼，已经表明了来者的身份。白色的头发，黑色的双翼，褐色的皮肤，这怪异的长相却偏偏跟伙伴一模一样。盛平，但他看起来很年轻，似乎有点不对。可能性1，盛平的孩子；可能性2，盛平被人变成了小孩子；可能性3，长得像盛平的人，而且他有翅膀，感觉很诡异。喂，你是谁？盛平并不接话，只是默默站起身，就像是充满了能量，立刻摆出了战斗姿态。这时大家才看清他的体型，虽然样貌像个小孩，但个头却跟盛平本人一样大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可能性4，和平主义者。话音未落，炽天使盛平抬起手掌，死亡闪光呼之欲出，一声巨响，激光重炮爆轰而至，直接将草帽一伙炸得人仰马翻。剧烈冲击撼动整座研究所，这突如其来的攻势毫无征兆，却凶险致命。一场激战随即上演。我们被识别出来了，果然政府不会欢迎海贼到访。也就是说，这是盛平的克隆体士兵哦，外表还是个小孩子，我下不了手啊。刚刚舞动的天后棒又被娜美牢牢按住，一瞬间的迟疑让炽天使盛平发现机会，突然扎入地板的水花中。这一幕再次惊呆众人，对方难道还是个能力者？炽天使盛平如同深海金鲨，在地板内高速游弋，扑向猎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到底上不上啊？娜美，先等一下，宙斯。喂，那个能力是……炽天使盛平的迅猛突袭，完全不给对手思考机会。窜出水面的瞬间，一只手臂已将娜美牢牢掐紧，天后棒脱手而出，小贼猫被怪力压制，几近窒息。眼前这个和盛平一模一样的怪物，却没有半分同伴的气息，只有那猩猩瞳孔不断散发的杀意。没得说了，死刑吧！就算你是盛平也一样。骑士道的怒火被彻底引爆，裹挟着恶魔火光全部回敬。山治凌空一击，将炽天使盛平踢飞，重重砸入一旁的墙壁。还没等对手起身，下一轮攻势由恶魔之子发动。罗宾轻抬双手，群芳怒放，无数缤纷汇聚成身后的花枝巨象，尽情倾吐守护伙伴的决心。完全同意，刚才的行为绝不可饶恕。巨花芙蓉大喝一声，一记海龙花，无数手臂似游龙翻腾，多重斩击如轰雷炸响，向炽天使盛平发起猛攻。然而对方再次潜入地板，手中拾起一滩水花，躲开所有攻击，迅速杀到罗宾面前。快躲开，罗宾！这家伙难道连愚人空手道也能用吗？乌索普及时支援，一记猛烈射击拿下盛平攻势。就算知道他不是盛平，我也不太想打啊。然而等浓烟散去，对手的身影也消失不见。乌索普正在疑惑，一滩黑影已从身后将他抓住。炽天使盛平的顽强超乎想象，山治正准备再次进攻，弗兰奇已经瞄准目标。让我来吧，山治。乌索普，你别乱动。准心瞄准炽天使的瞬间，对方也接到了新的指令：不要借他进招 ，S 鲨鱼。
弗兰奇的必杀闪光轰出剧烈冲击。研究所内另一处，神秘人正在密切注视着这场战斗，居然会使用雷射光线，那家伙是什么来头？贝加庞克3号代表响的爱迪生，橄榄球脑袋竖起2颗兔耳，小小身材背着一组推进器，正是他一手炮制的这场战斗实验。好险，车天使还是小孩子，雷射光线实验看来还是早了点，太乱来了。知不知道一台车天使要花多少钱啊？要不要我去把他们的头领下来啊？还没到那个地步啦。心疼经费的莉莉丝正在发飙，把旁边的爱迪生吓了一跳。脑中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发明。爱迪生灵光连续乍现，急忙飞出去画图纸，把接下来的工作交给毕达哥拉斯。好忙啊，好忙啊，忙得连猫的手都想借来用呢。如此有趣的战斗数据可不能白费，千载难逢的数据，输入。贝加庞克4号代表支的毕达哥拉斯正拿着一沓厚厚的报告往系统内更新数据。短短一会儿，爱迪生已伏在案前画出了一堆新发明，新的想法根本停不下来。你代替我吃饭吧，约克。好，真好吃。名为约克的微胖少女正坐在床上大快朵颐，机器侍者们一边忙着端上各种菜肴，另一边密切追踪着她的身体变化。再给约克大人来一份。 BMI 现在已超过600，车天使会随着自身的成长变化出不同的攻击方式。果然，这样的亲身体验，血统因子是会主动记忆的。再来试一试，能不能打破加速成长的阻碍，从心跳 BPM 90起，增加滤血量。毕达哥拉斯突然从躯体里蹦了起来，很想上厕所，但又太浪费时间了，于是这个需求又交给了约克。少女好好释放了一番，哼着小曲，悠哉地走在岛上，吃饱喝足，心情舒畅。突然又觉得困意袭来。与此同时，爱迪生、毕达哥拉斯只觉得一阵清爽，满血复活。另外一处的阿特拉斯正在四处大闹，挥舞消食之拳。少女忙前忙后，又吃又拉，终于疲惫地进入了梦乡。贝加庞克6号代表狱的约克，专门为其他分身排忧解难，满足各种欲望。约克大人今天已完成4次 KDM 循环，资料全部送到毕达哥拉斯大人那里去。爱迪生大人的实验要开始了，到第88号模拟室去。小机器人们正拉着一堆资料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实验室内，神秘人影出现，终止了这场遭遇战。到此为止了，赤天使，回去吧。想2之，这下你们满意了吧？盛平立刻停止了行动。草帽一伙也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。哎呀，好遗憾，那个混蛋在干什么啊？明明刚到精彩的部分，又有新的想法闪现了。贝加庞克1号代表正的世家，全身包裹着实验服，头部被面具完全笼罩，如同一名置身事外的观察者，窥探着科学进步与未来文明。你们就是草帽一伙对吧？山治还在气头上，却发现自己无法挣脱地面。原来这座研究所内的磁力随时都能控制动我们靴子，也就意味着任何人的行动都在掌控之中。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抵抗咯。我信不过海贼。女贝加庞克，广播贝加庞克，怎么有2个贝加庞克啊？是的，我也是贝加庞克。那我会不会也是？你才不是吧？你们觉得这座岛看起来像未来吗？何止是未来，海里的那些机械海兽，加上贝加军团1号和全岛空调，应该叫了不起的未来才对。街道也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。弗兰奇面对偶像，已经激动得语无伦次，好奇心爆表。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啊？全部给我们展示一遍吧！不管是作为敌人还是什么都好。贝加酱。片刻沉默之后，世家缓缓开口：“这里其实是过去。”弗兰奇摘下墨镜，一脸震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时的废料场内又有惊人发现，快看啊，乔巴，这不是那个全息，是真的大铁皮。这是什么？以前能动吗？就算能动，也是未来的科技，但是看起来太过老旧了。你刚才说过去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说像这座弹尖岛一样，拥有着高度文明的国家，在90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，你们会相信吗？光芒掠过丛林，印刻斑驳铁匠，那被遗弃在废料角落的巨兵，沉睡着一整个时代的传说。破败残缺的头盔，伤痕累累的躯体，战士历经岁月洗礼，未被时光掩埋，依然不朽。此刻正无声讲述着那段已被抹去的壮丽时代。900年前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以上就是《海贼王》1065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不休刊。本话剧情峰回路转，看似未来感拉满的弹尖岛，其核心技术却很可能是来自古代王国。尾田再次给最终章的剧情踩了一脚油门，这一下又把空白100年、低至一族、巨大王国的秘密串联起来了。弹尖岛篇也许还会透露更多线索。另外一边，贝加庞克其余分身也在本话完成登场，神奇的炽天使技术奥秘也揭开了部分面纱。果然离不开血统因子理论的加持。贝加庞克接下来会有什么行动？他又会告诉草帽一伙怎样的秘密？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